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富在深山有人去，穷在隔壁没人来”啊。这是一句流传很久的民间的俗语啊，是在感叹的人情冷暖呐，世态炎凉啊。一个人只要有钱有势有地位啊，就算住在很远的地方，很偏远的地方，也会有人想要去巴结了，去结交了。相反的，一个人如果贫穷落魄啊，即使住在隔壁啊，也可能没有人愿意往来啊。所以这句话是在提醒我们，有些人交朋友不是看人，而是看利益啊。从现实的社会来看呢，这句话的确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就好像说，生意成功的时候，朋友很多啊；失败落魄的时候呢，很多人就慢慢疏远了啊。有权有势的时候，门庭若市；失势之后呢，门可罗雀，人人敬而远之啊。这种现象各行各业都一样，各种团体都差不多。尤其是当主管的啊，在位的时候电话很多，请客很多，关心的人很多，但是一旦退休之后呢，就慢慢发现电话变少了啦，邀请也变少了啦。其实这个不是人情变坏了，而是人性本来就是如此，所以才会有富在深山有人去，穷在隔壁没人来这句话嘛。还有另一句话呢，叫做人间有二宝啊，春宾薄，人情更薄，都是对人情冷暖的感叹呢。很多长辈都说啊，以前的人情比较厚，现在的人情比较薄啊。这种感觉不只是怀旧哦，背后确实是有很多社会的原因。那现在的社会人情比较淡薄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原因有下面5个啦。第一个，社会节奏变快，生活压力变大，每一个人都在为生活奔波啊，自然就比较少时间去经营人情啊。不是没有情，是没有余力。第二，都市化呢，让人际关系变得疏离啊。以前农村的时候是小镇生活，邻居彼此熟识，有事大家互相帮忙。但在大都市里面呢，邻居可能10多年都不认识啊，加上社区人口流动性高啦，因此人际关系变得淡如水啊。第三，在竞争的环境下呢，人们变得比较重视利益啦，重视资源啦，跟关系的实用性啦、现实啦，也就是跟着利益在流动啦。第四呢，人跟人之间的信任降低了啦。现在的社会一些诈骗跟纠纷的新闻很多嘛，导致大家变得比较有防备的心。很多人都会想说，哎呀，不要去管太多事情了，免得惹麻烦了。那有这样的心理的话，就会变得人情冷淡了嘛。第五呢，以前人的生活简单，现在人的生活复杂。以前的人生活节奏慢啊，没有那么多工作跟生活压力啊，加上选择比较少，所以生活简朴，比较有时间聊天啊，互相探望嘛，人情自然能够累积嘛。那现在的人呢，不管是食衣住行的选择机会很多，选择越多，烦恼就越多，生活就变得比较复杂。那以上这5个是人情变淡薄的原因啊。其实严格来说呢，人情变淡，生活变复杂，也不止以上这5个原因啊。还有啊，网络资讯太多了，手机里面的讯息不断的涌入了，让人眼花缭乱，也很容易做比较，而产生焦虑啊、分心啊等等。不过外在世界变得很复杂，我们内心不一定要跟着复杂嘛。所以我们来修炼身心，目的就是要在复杂的环境中呢，化繁为简嘛，返璞归真嘛。其实我们也不能只看这些负面的，现在社会也有充滿阳光的一面啊。例如台湾现在一些医院都有很多志工的投入服务，不只有慈济医院的，慈善团体也非常的多。发生灾难的时候，政府跟民间可以通力合作。那在一些大型的灾难现场呢，以及不久前不是花莲的那个光复乡的那个堰塞湖溢流嘛，大批的铲子超人出现，不是吗？这些都在证明什么？人情没有消失，只是表现的方式改变了。
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解读，不是人情变淡了，而是人心变忙了，也就是身忙心也忙了。那人心变忙跟人情变淡两个之间也是息息相关哦。因为心忙就会找不出时间来经营人情了嘛，休息都来不及了嘛，对不对？所以有心跟无心的差别也是很大啊。人情是需要用时间来经营跟累积的嘛。好，聊天关心啦，走动拜访啦，守望相助，敦亲睦邻等等。那现在的人每天都在忙啊，行程很满啊，下班只想休息啊，要久而久之就变成不是没有情，而是没有时间去表达情，心忙就会无心去关心别人的需要了嘛，而让别人以为我们是无情，是很冷淡的，对。所以心理学家在研究现代人的这个压力的时候呢，都会提到一种现象啊，就是我们常讲的，因为身忙造成心也忙。唐代诗人白居易讲了一句啊：“门前冷落鞍马稀啊”，意思是说，失事后啊，这个变得很冷清的啦，很少有人来往的啦。那古人有很多这种世态炎凉的句子哦啊，例如“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啊，人情世子张张薄啊。世事如棋局局新呐，古人早就观察到了，人情有时候会随着地位啦、财富啦、权势的而改变。古人也有一句话提醒我们，叫做“势利之交难以经远”呐，意思是说，因利益而交往的朋友啦，很难维持长久。相信大家对这些现象都有亲身的体验呢。美国前副总统啦韩福瑞啊。他曾经在一次的分享中提到很深的感受。他担任副总统的时候，出国访问到各地行程啊，有专机有专车啊，有随从安排一切啊，吃住行程都有人帮他打点的好好的啊，可以说是照顾的服服帖帖啊。但是卸任之后呢，他忽然发现机票要自己订，行李要自己拿，计程车要自己叫，住宿也要自己安排。那时候他说了一句很感叹的话。原来以前大家尊敬的不是我这个人啊，而是我所坐的那个位置啊，那个副总统的位置啊。那这个故事常常被拿来说明一件事情，也就是人走茶凉啊，未去人散啊。所以很多时候人家尊敬的不一定是我们这个人，而是你有那个身份、地位、权力、资源等等的。所以才说事在人情在权势的势了。事在人情在了，事去人情去了一个人真正要珍惜的不是位置上的这个光环而是离开位置后还愿意跟你来往的人也就是说，在位的时候很多人会靠近你、奉承你、拍你马屁，这个不稀奇。不在位的时候还愿意亲近你的人才是真朋友啦。生意场上也是不例外啊。当你是首富的时候，朋友啊、投资者啊、媒体等等都会围着你啊。当你企业垮了、财富蒸发之后，商界圈子也迅速疏远的啦。这种在企业界是非常常见的啦以前我在马来西亚之后，设厂的初期跟一些同时期前往投资的一些台商朋友，大家觥筹交错、称兄道弟可是有一次呢，我台湾公司要汇钱到马来西亚，有点来不及我找了几位平常熟识的台商调度却是困难重重这件事情到现在还让我印象深刻银行也是一样出太阳的时候才借你雨伞下雨他就收回去了你说现实不现实就好像一间公司或工厂，只要有风声传出去，有财务危机虽然工厂财务可以勉强撑过这个风暴但是只要这个风声一传出去供应的厂商他怕说出货收不到钱就不想再出货了还一窝蜂去工厂抢回自己的货那这个更死让工厂雪上加霜无法正常生产再加上往来的银行呢，担心工厂后续的贷款缴不出，纷纷抽紧银根嘛下雨了他就把雨伞收回去了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这间工厂就硬生生的倒闭。这个也是在商界常有的事情了。娱乐圈也是这样啊，娱乐圈本身就是一个行情看名气跟曝光度的环境啊。当一个艺人正红的时候，广告戏约不断，媒体追逐，身边朋友很多。但年纪渐长了，曝光率下降了，或者市场口味改变的时候呢，关注度跟机会就迅速减少了。如果自己没有做好财务规划跟生活安排啊，晚年生活就会碰到很多困难了。所以艺人当红的时候跟过去的时候的差别都是一样的，人情冷暖的现实人生啊。因为名气跟名位也都是一种无常啊，所以演艺圈里面也没有永远的红人啊，政治圈也不例外。在位的时候呢，呼风唤雨啊，前拥后簇啊，门庭若市啊。卸任后呢，人潮退去了，没有人理你了，这是很普遍的现象啊。所以才说人在位时啊，可以认识很多人啊，不在位时才知道谁认识你啊。看透人情跟人性，不是要我们变得冷淡，而是要懂得提醒自己，不要做一个随着贫富而改变情谊的人，也不要随着别人的贫富而改变自己的态度。同时更要懂得警惕自己，顺境的时候多广结善缘啊，逆境的时候才不会孤单啊。不过虽然说人情有时候会冷啊，但是心不一定要冷啊。这个社会虽然有人情冷暖，但修养高的人他不会去抱怨人情淡薄啊，而是学会在冷暖中呢守住自己的温度啊。别人给我们冷，那是别人的事情，我们还是给别人温啊。我们来做志工就是秉持这样的心态啊。所以近思语才说啊，别人要怎么对我，那是我的因果；我要怎么对人，那是我的修行。这个就是用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工作了，这样才会没烦恼了。那用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工作，这是很重要的修行理念跟处世智慧。入世就是入人群做人间事，也就是积极参与服务人群，回馈社会了。那出世呢，不是逃避世界，而是放下名利得失，不被欲望纠缠了，进而走出凡夫的框架。所以总而言之啊，入世是做事，出世是安心啊。有出世的精神，才不会边做边起烦恼啦，也才会越做越欢喜，越做越感恩，越做越有力啊。所以真正有出世精神的人呢，不管面对任何的顺利境界，他都能守住自己的善念跟正念，因为他专注的是正确的目标啊，而不是过程的挫折啊。如果以实际的修行理念来讲啊，入世的工作就是属于中门了，出世的精神就是属于法脉了。那中门要入人群啊，所以是悲门啊；法脉要入经藏啊，所以是智门啊。两个合起来叫做悲智双运啊。汉朝的名将韩信，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人啊。韩信年轻的时候非常穷困啊，常常吃不饱啊。有一天他在河边钓鱼啊，有一位正在洗衣服的老太太看他可怜啊，就分饭给他吃啊。那韩信就非常感激啊，就对老太太说：“将来如果我有出息，一定会来报答你啊。”老太太就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她说：“大丈夫。”指韩信啊，大丈夫不能自食其力啊！我是看你可怜才给你饭啊，给你饭吃啊，不是为了你的报答啊。后来韩信果然当了大将军嘛，就回来找那位老太太啊，送她很多金子报恩啊。那这个故事可以拿来比对两种人，一种人是在你穷的时候是看不起你的，另一种人是什么？在你穷困时愿意帮助你啊。所以患难见真情啊。那北宋的名臣范仲淹也是一样啊，大家应该都能够耳熟能详啊。他年轻的时候也是非常穷，在寺庙里面读书，每天只吃一锅粥配咸菜，就跟当年正言上人出家的时候带领几位出家众过的那种吃稀饭配咸豆腐的刻苦克难的生活一样啊。后来他
范仲淹当的宰相，他还是保持非常节俭的习惯，并且经常帮助贫苦的人。他有一句话也是大家都能够朗朗上口啊，这句话叫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啊。意思是说，一个有责任的人呢，别人还没想到问题，他已经在替大家担心了啦。别人已经得到幸福快乐，他才会安心的去享受啊，这是一种心境啊，不会因为外在环境改变而改变自己的心情啊。心中装的是天下百姓，而不是自己。范仲淹还讲了一句，大家也都是耳熟能详的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啊。意思是说，不因外在环境顺利就欣喜若狂，也不因个人的得失挫败而悲观丧志。那这些名言都是充满着人生的哲理啊。好，那范仲淹的故事就是印证刚刚我们讲的，真正有修养的人不会因为世态炎凉而失去自己的善良。人生有3种境界，第一种抱怨世态炎凉啊，第二种看透人情冷暖啊，第3种是什么？看清看透之后仍然温暖待人啊。这第3种才是我们要学习的目标了啊。这个富在深山有人去，穷在隔壁没人来啊，虽然是人性的现象，但并不是绝对的真理啦，啊，不是绝对的啦。在现实的社会里面，其实也是有存在很多雪中送炭的感人故事啊。所以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呐。啊，三国时代啊，刘备早年也是非常的落魄啊，没有地盘，没有军队。但是关羽跟张飞却愿意追随他，这就是典型的什么？不是看富贵，而是看情义啊！这个也是不简单哦。刚刚前面讲的汉朝名将韩信啊，年轻时候没饭吃啊，那位在河边洗衣服的老妇人，看他可能给他饭吃嘛。后来韩信功成名就啊，特别回去报答这位老妇人呢。这些都是历史上雪中送炭的故事啊。那现在的社会也是有雪中送炭的例子啊。举个例子啊，张忠谋早年创立台积电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人对半导体代工模式没有信心的。然而当时台湾政府呢，跟一些科技界人士还是愿意支持这个计划啊，投入相当多的资金跟各种资源的。如果当时没有这些支持者，那台积电可能无法顺利起步哦。在这种前景不明的情况下，还有人愿意支持，那这种某种程度的，这也算是一种雪中送炭呐。啊，还有一个例子，香港艺人周润发，年轻的时候没有很红的时候啊，曾经得到导演吴宇森的赏识，让他主演《英雄本色》，结果一炮而红啊。在很多人还没看到他的价值的时候呢，有人愿意给他机会啊。这也是现代版的贵人相助嘛。慈济志工也是这样的道理啊。很多志工会去关怀突然失业的家庭啊，或生病没有收入的人啊，或遭逢意外导致家庭陷入困境的家庭等等啊。这些家庭跟这些人跟慈济志工都是素昧平生但是志工还是愿意协助啊。这就是典型的什么雪中送炭嘛。在现实的社会里面呢，锦上添花的人多了，雪中送炭的人少了。但正因为不多，所以才珍贵嘛。真正的善，不是在富有时才施舍，而是在不多的时候还愿意与人分享。表面上看起来是在对外付出其实真正最大的受惠者是自己。这就是佛法所说的自耕福田，自得福源的道理了好，我们今晚读书会，富在深山有人去，穷在隔壁没人来，就讲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那是生生世世